哎呀，一个正面屏幕3198，一个背面玻璃3998。我就想问你，这是屏幕是金子做的啊，还是玻璃是金子做的啊？苹果，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你。苹果表示，你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啊？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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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节目啊！一周过得非常快，看见我啊，就意味着你又长了一岁。那咱们现在开始看一看这周发生了哪些让人无语的。哎呀，不知不觉，我们科学吐槽节目呢，已经来到了第120期啊！这期节目看完了，真的是想让人打120啊！如果觉得一会儿主播吐槽的好玩，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说的没什么意思，全是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咱们现在开始，我看谁敢打。还有同学说主播瞎编，我瞎编了吗？一周岁不对吗？来，我们先看第一条消息啊。那么本周呢，还是我们重点要关注刚刚上市的 iPhone 14系列。这个坦白讲啊 ，iPhone 14系列一共是4款产品啊，但是他们的境遇呢，似乎没那么让人乐观啊。这两天呢，新闻是不断的去报道说，苹果的 iPhone 14销售不及预期。有消息表示呢，富士康都已经拆除了生产线。在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下边呢，两方吵成一团啊。有的表示说这个苹果不行了啊，走下坡路了，盛极必衰啊。还有同学表示，那这是咋回事啊？难道去生产别的产品去了？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呢？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啊，咱们疯狂吐槽 iPhone 14和 iPhone 14 Pro 系列啊，特别是得罪了很多苹果手机的用户。好，那公布答案，为什么富士康会拆除那些 iPhone 14的生产线呢？真的是因为卖不出去了吗？啊，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转去做 iPhone 14 Pro， 真正的不坑穷人，不赚穷人钱，是吧？都改去做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咱们就不多说了，说点大家不知道的。那来问大家一下啊，你猜一下苹果的 iPhone 14系列它的屏幕更换价格是多少钱呢？来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那咱们公布答案，我们选择屏幕破裂，在 iPhone 14 Pro Max 这个选项下边，价格给的非常清楚。3198啊，3200元的一个更换价格，也就是说大概1/3左右的价格呢，是更换屏幕的一个价格啊。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觉得偏高打1，正好打2，还挺便宜啊，打3。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当然，如果你觉得贵的话呢，可以考虑购买 Apple Care 啊。注意，买 Apple Care 它不是不掏钱了，而是买完了之后呢，你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去更换这边的屏幕。好了，有很多同学说真的合理啊，别着急哈，在咱们科学吐槽节目呢就不缺惊喜，大家觉得这个价格还挺惊喜的，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手机啊，它不光是有正面，它还有背面呢。你猜猜这个玻璃背板多少钱呢？我劝你慎重一点，再打弹幕。5、4、3、2、1，我们公布答案。这是背面玻璃损坏，型号 iPhone 14 Pro Max， 官方查询页面，它的价格是3998元。觉得价格高打个1，觉得价格合理打一个2，觉得太便宜了打一个3啊！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刚才还有人好意思问我，到底是贴膜啊，还是带壳啊？看完了这个对比，你心里应该有答案了吧？换个屏幕3200，换个玻璃4000，这还用问吗？所以呢，大家知道我是一贯裸奔啊，不带套的啊。但是呢，我现在必须严正的警告你，咱们啊，特别是使用 iPhone 14 Pro Max 的用户啊，咱们还是尽量带个壳吧，哪怕你不贴膜呢。哎呀，一个正面屏幕3198，一个背面玻璃3998。我就想问你，这是屏幕是金子做的啊，还是玻璃是金子做的啊？苹果，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你。苹果表示，你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啊？啊，好，那来问大家一下啊，咱们不要用有色的眼镜来看待这件事情，毕竟呢，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啊。大家觉得呢？换一个玻璃背板3998元，你觉得这个价格呀？苹果它赚了呢，是赔了呢？觉得是赚了的打个1，觉得是赔了的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我再提醒你一下，你一定要慎重的打出1和2。好，我们看弹幕上面很多人都表示啊，那苹果这不赚翻了吗？是吧？3998这都够买台手机的了啊，还是买台安卓旗舰的？我们可不跟你开玩笑。来看各大权威媒体的报道，苹果公司表示，目前 iPhone 系列的维修成本是大于收入的，并不挣钱。给你修手机就是交个朋友啊，图一乐，请你不要不领情。觉得感动的情况可以打一波6，是吧？哎呀，看起来啊，这个苹果呀维修啊，确实还是挺贵的，是吧？还是挺吃亏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为了不让苹果吃亏，咱们呢还是应该带上保护壳，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手机屏幕和手机背板啊，特别是背板。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介绍一款高品质的 iPhone 保护壳了。来吧，把我们那个植入那个
没有植入是吗？总是吐槽啊，连厂商都不来植入手机壳了。有没有想推荐手机壳的？我们就把主播免费给你推荐。呀，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得赶紧改名啊，不改名这个厂商全跑了。往年到这个时候，嚓，音乐一起，手机壳一上，对吧？广告费不就来了吗？你说现在啥也没有了，下一个，干脆以后咱们这节目改名叫科学招商得了。好下面来问大家一个严肃的问题，你们觉得苹果什么时候会推出折叠屏 iPhone， 或者说苹果它会不会推出折叠屏 iPhone 呢？以前都是瞎猜啊，现在呢各种各样的消息越来越多了。多家媒体报道呢，近期苹果的折叠屏的工程机曝光，而且呢是横向、纵向的都有。那么也有数码博主呢表示，苹果呢正在做工程机方面的一台呢是横向的折叠屏，一台呢是竖向的折叠屏。那么横向折叠屏呢有2台 iPhone Pro Max 那么大，那么还有一台纵向的折叠屏，它只有7寸折叠之后呢会比较小，而且是没有副屏大概是这个情况。那从目前苹果所申请的多项专利来看的话呢，苹果确实是在横向、纵向都有，而且呢在材料方面呢也有专利的布局，有这种屏幕的自适应修复材料来应对折叠屏的产品。根据往年的经验呢，苹果通常会先推出一款产品，就是横向或者纵向，它会先推出一个，就像当时的我们看，比如说 iPhone X 那代产品iPhone X 它是先推出了一款产品，后面再做延伸。那来问大家一下，如果你是库克的话，你会先推出横向折叠的，还是会推出纵向折叠的呢？觉得会是横向折叠的打个1觉得会是纵向折叠的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那说一下主播个人浅薄的分析，我觉得苹果如果推出的话，它会优先推出纵向折叠屏的手机。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苹果呢是非常讲定位的，它不会让自家的产品呢彼此打架。在 iPhone 和 iPad 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屏幕差，所以呢苹果选择推出了 iPad mini 这样一款中间的小屏幕的产品。那我们再来想一下，目前来说，在苹果的 iPhone 和 Apple Watch 中间，是不是屏幕差也比较大的？那么是不是说苹果可以考虑推出这样一款纵向折叠屏的产品？这款产品推出的话，既不会影响到 iPhone 的销量，也不会影响到 iPad mini 的销量。好，光说没用主播呢现在就可以预言我猜测今年就会出现 iPhone 的折叠屏产品。没记住是吧？你可以截个图或者录个音。我再说一遍，科技美学主播猜测今年就会推出 iPhone 的折叠屏产品要是不推出的话，主播直接送你一台 iPhone 14，怎么样？在科技美学的动态正在抽奖送出 iPhone 14一台，大家赶紧去参加还有几天就要截止抽奖日期了。另外呢，本月抽奖奖品里还有一台华为的 Mate 50，2台旗舰机，这1个月里面有2个人中奖，为什么不是你呢？赶紧来参加一下。好了，有同学说主播不要瞎编主播一般不瞎编。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曝光出来的折叠屏 iPhone。来问大家一下你们觉得这款产品是真实存在的吗？觉得真的打个1觉得纯属瞎编是吧？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本次呢 iPhone 14的发布其实引起话题度最多的就是这个灵动岛功能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它能够在原本那个挖孔的情况下呢，衍生出各种各样好玩的功能，一会儿大了一会儿小，一会儿粗了一会儿细，是吧？确实捉摸不透是吧？那有很多安卓阵营用户表示我们也很羡慕是吧？我们也想用一用来问大家一下如果你正在使用安卓手机的话，那你想用灵动岛功能吗？想的同学打个1不喜欢同学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好，那根据多家媒体的消息目前安卓版本的灵动岛 App 已经上架各大商店，海外的也有国内的也有，并且这些安卓阵营的灵动岛软件它实现的功能更多，不管是播放音乐也好播放视频也好充电提示也好都能够实现更加动态的效果。这里边展示这台手机好像是三星，再看上方这个全新版本的三星手机，从原来的小小的一个挖孔变成了一排挖孔。当我们插电的时候，这边呢还会显示充电，这个效果非常的拟真断电还有断电的效果。再来一遍，我插
变长了，还会显示充电的效果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超大号的灵动岛怎么样？是不是没骗你？这个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完美。如何？好了，那这里边呢有一家厂商啊可能会提出一些质疑啊，这家厂商呢就是中兴是吧？中兴这2年做了好几台啊屏下摄像头手机。那你说咱们这个灵动岛呢，它首先有一个硬件要求，就是你上边必须得有挖孔。那你说咱们这台中兴机器呢，它就没有挖孔？你说这么落后的屏幕，它怎么就没有挖孔呢？它好，那我们尝试安装一下啊，看一看能不能在这些屏下摄像头机型上也引入我们先进的灵动岛功能。预备。中兴厂商的产品经理看了今天咱们的直播之后啊，从内心对咱们直播间说出了几个字啊，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啊。如果你是中兴的产品经理，你会对我们说点什么呢？来，我们场上线看个效果，预备，我插。你看，这是效果非常的完美，很好的解决了中兴手机屏幕不能挖孔的这个缺点。你看，这是连个孔都没有，这啥破手机？这是中兴努比亚产品经理表示：“听我说，谢谢你。”当然了，这个咱们不开玩笑了啊。咋说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很多安卓用户啊，我们也就是调侃一下啊，这个大家不要生气是吧？下载来呢，也就是体验玩一玩啊，可能2天腻了，它就删了。但是我们苹果手机的老用户，我们是真的想装，我是真的想在这儿来个灵动岛。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安全机制的原因啊，我们是既装不了这个灵动岛，也删不了灵动岛，是吧？苹果用户我都馋哭了。好，那继续这个说到灵动岛的功能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对它有一个就是多么不切实际的预期啊。为什么呢？它毕竟呢还是在现有的挖孔的情况下呢，在旁边做了一些延伸啊，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子。但是呢，我觉得它还要考虑生长的土壤，它在不同的环境下啊，可能会成长出不同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因为未来呢，更多厂商在适配的时候啊，肯定会把软件的奇思妙想融入到这个灵动岛里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有一些产品经理啊，有一些软件的产品经理啊，对这方面呢还没有什么灵感啊。今天科技美学的主播就给你展示展示灵动岛的真正玩法。对吧？他有通知啊，二舅妈发了个红包，抢啊！是兄弟就来砍我啊，对吧？一刀99999级。我们又发现了新的地点，系兄弟就来灵动岛砍我，怎么样？大家觉得我们这个设计啊，满分100分可以打几分呢？是吧？你看这个表情是吧？多么生动啊！有同学说这个主播呀，就是在这瞎编啊，主播就是在这黑我们灵动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灵动岛的中间位置啊，它是传感器，就在这个位置，它是不能够显示文字的。主播这明显就是在这带节奏的啊，明显就是在这故意黑我们的。这个我这里跟大家呢诚挚的道歉啊，这个确实我考虑不周了。中间这个位置它确实是不能显示的，只有2侧才能显示。那么它标准的样子呢，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有红包过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有，是吧？一刀就不是，是吧？然后我们看看推人的时候，我得问一下我们编辑了，这是咋回事？这是啊，现在这个平台不让写那个砍的杀呀啥的，是吧？不让写显示不出来啊，那明白了，不好意思。那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灵动岛的一个可能的状态啊，给各大产品经理呢一些小小的灵感。大家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啊？满分100分可以打在弹幕上。你期待这样一天的到来吗？来问大家一下啊，大家在寄快递的时候会保价吗？会保价的同学打一个1，不保价的同学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本周一条新闻登上热搜，京东快递呢宣布将会推出足额保价赔偿服务啊，在本月上线。什么叫足额保价呢？就是你保多少钱，它就赔多少钱。邮递产品啊，你保价1万，京东就赔你1万啊；你保价5000，京东就赔你5000啊。这是京东快递啊，并不是京东商城，这里面说清楚。有同学可能会奇怪，还有不足额保价吗？对吧？我投保了1万块钱，你还能赔我8000吗？还能这样吗？那么我们也有这样的疑问啊。那咱们来看一看新闻。首先呢，这里要涉及到一个名词，叫做足额保价、不足额保价和超额保价。足额保价就是产品价值1万，你保1万；不足额保价就是产品价值1万，你保5000；超额保价呢，就是产品价值1万，但是你保价2万。大家应该明白这个意思。按照我们的想法啊，传统的想法、理性的思维，或者说我这个很渺小的思维，我保价了1万块钱，如果丢了，你是不是得赔我1万块钱？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好像是这个道理。但是当我看到了这些年的新闻，我才发现我幼稚了咱们来看一下啊。好，那过去几年呢，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很多比较贵的产品，当我们快递的时候保价，它最终获得的理赔啊，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多。有些时候呢，你保价5000，它只赔你2000；你保价1万，它只赔你3000。也就是说，真正的保价呢，会根据你产品的那个价值
而不是根据你的那个保额来赔偿。来看一下报道里面说到的话，超额保价并不会获得超额赔偿。那这里边呢，媒体报道说，很多的快递公司会规定，如果保价快递丢失了，会按照实际价值来赔偿。也就是说啊，如果是价值3000元的物品，最多只会赔你3000元。如果你保价了5000元，那对不起，那也只能是浪费钱。这可不是我说的啊，你可以随意搜，有大量这样的报道。那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到底是应该按照这个产品的价值，比如说这个3000块钱来进行对你赔偿，还是应该按照你保的那个价格，比如说5000块钱来对你进行赔偿呢？觉得应该按照产品价值赔偿，打一个3；觉得应该按照我实际保额5000来赔偿，打一个5。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好啊，我们看到弹幕有老板留言啊，说这个主播你就是黑我们快递公司，对吧？我们收了你的保价费，他怎么可能少赔你钱呢？对吧？你保1万，我赔你1万就完了吗？这一看啊，就是咱们节目的新观众，是吧？咱们节目的老观众早已会心一笑。来看我们上周节目，连续多天登上热搜，顺丰保价8000，只赔2000啊！注意啊，保价费用啊保的是8000，但是他那个产品呢给估价估的是2000，所以最后是只赔2000。连续登上热搜，后边呢有一些比较曲折的解决，想了解结果，大家可以看一下上期的节目。好了，那这就涉及到咱们刚才聊到的那个名词了，就是所谓的超额保价了。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你的超额保价并不会真正获得你保的那个额度。所以邮递产品的时候，是不是又多了个心眼儿？哈，看主播是不是长知识？不过说到这里，咱们还是得严肃的聊两句啊。我自己觉得有点无语，为什么呢？咱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产品价值它到底怎么定？我给这个产品保了1万块钱，就是我认为它值1万块钱，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咱们要邮递一块30系的显卡啊，一块高端显卡。老黄说啊，它官方价格是5000块钱，发售价是5000块钱，但实际上呢，在市场上真正的价格是2万块钱，对吧？我没瞎编啊。好，那此时我要把这个显卡邮递出去，你说我是保5000呢，我是保2万呢？按照我的笨的想法啊，朴实的思维，我是不是得按照它这个市场价格去保这个2万呢？因为它真正成交价就是2万块钱。那哪天这个来邮递快递的时候，我肯定按照2万去保价啊，结果第二天丢了，快递公司呢跟我说我是来给你赔偿的啊，但是呢，这个老黄人家这官方价格就是5000块钱，主播我只能赔你5000块钱。按照刚才这个所谓的价值保，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结局？问题是我这个显卡真的是2万买的呀，你赔我5000？快递表示，先生，人家老黄官方都说了，这个产品上市价格就是5000块，你凭什么跟我说是2万块啊？我想跟快递说，我说这个老黄是哪个老黄啊？黄牛的黄啊？好，那先来聊一下华为的年度旗舰 Mate 50系列。本周呢 Mate 50上市啊，多个渠道呢是秒售罄。来问大家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会考虑花多少钱啊？或者说会不会考虑加价去购买自己喜欢的电子产品呢？会加价的同学打个1啊，不会加价的同学打一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我们来看一下 Mate 50发售的情况。根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 ，Mate 50系列首销售罄，渠道加价呢超过7000元。注意啊，这个7000元呢是它最高配的保时捷 RS 设计版本。并不是普通版本啊，普通版本呢虽然也加价，但是没加那么多。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你们怎么认为呢？有同学说这纯粹瞎编啊，不可能加7000，主播在这故意黑华为啊，对不起啊，这个我们这个新闻时效性呢确实是不是很足啊，因为并不是加7000。那么根据新浪微博的一个头条热搜，华为 Mate 50系列呢，黄牛最高加价8000啊，7000呢已经是前天的价格了。话题总预览呢是超过1.3亿次，讨论数也是非常的多啊，仍旧是保时捷设计版加价最多。根据网易的报道啊，连续2天没抢到的话呢 ，RS 版呢已经加价到2万，各种各样的报道我们就不再反复的赘述了。那针对一机难求的现状呢，华为手机的掌门人余承东呢也表示啊，目前确实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非常的热情，也感谢大家对于 Mate 50系列的喜爱，我们会抓紧生产，保障供应，让更多的消费者呢用上强大的 Mate 50系列手机。很多老板表示啊，主播能不能告诉我一个靠谱的渠道去买一下这个 Mate 50？我们在线上呢都是秒售罄。确实我们自己也尝试去抢购了一下啊，基本上那个按钮呢它就没亮起来过，就是那个网站电商平台点开它就是灰色的，你说这是什么电商平台？这是啊？那跟大家交代点实际的经验。我们必须要说一个可能有些同学不太了解的事实，就是根据我了解啊，目前华为的货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线下。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你当地的地图上面直接搜华为专卖店，你会搜出很多，然后你不用去挨家打个电话，它就会告诉你什么配色多少钱。你现在打个电话，大概率是有货的。注意，一定是在线下渠道。其实我个人也表示理解吧，因为过去几年咱们经常的去线下直播，每每呢到华为系
的专卖店里去的时候，都是感觉有点遗憾的啊，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产品。那如今啊，这些线下店铺的商家啊，和华为一样啊，一起扛了2年的时间，终于有货品了。如果你是华为的话，应该也会优先供给线下渠道。所以呢，在线上渠道买不到产品的同学，可以考虑去线下订购一下。这里呢，我又不得不吐槽一下华为了啊，什么意思呢？大家回忆一下啊，之前这个在各种各样采访的时候呢，华为的这边一直在表示，今年我们华为手机回来了，所以大家想买华为的产品啊，就能买到了。搁哪儿呢？能买到了？你这钱都攒好了，你这没有手机，赶紧。另外推荐大家去线下的原因呢，就是线下它还有礼盒，它还会送你东西。来啊，同学们看一下这2台车，大家能不能分清谁是谁？有同学可能会奇怪，哎，这俩车这不对吧？你看这个环形大灯，这不一样的吗？是吧？而且怎么没有标志呢？这什么情况啊？没错哈，这是我们玩的小把戏。这2台车呢都是新近发布的车型，一台呢是小鹏 G9，一台呢是联想的 L9啊，都是9字辈的。我们把它们的标志去掉了，对吧？把它们的牌子去掉了，你会发现这俩车怎么就这么像？来吧，同学们，如果满分100分的话，你觉得这2台车的相似程度有多少呢？有同学表示，主播就是来黑我们理想和小鹏的，是吧？你就找了一个特殊的角度比较像，你换个角度我看看，是不是更像了？好了，不开玩笑啊，一边是理想，一边是小鹏，这回好像稍微有点区分了。背面，你说这俩车的设计师是不是商量好了？注意啊，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小鹏汽车副总裁他说的。他说这2家设计师是不是一起开会了？上市时间也很接近。来问大家一下啊，就这么来说的话哈，就这个画面来说，你怎么样能快速区分出来谁是小鹏，谁是理想？有网友表示，理想有排气管，有排气管的就是理想。这开玩笑啊，因为理想是增程，小鹏是纯电啊，但是也不是排气管的事啊。还有同学表示，理想它是新能源，但是呢，100公里耗油8升，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网页显示。行吧，反正这个增程和纯电之争啊，现在确实是各执一词啊。来问大家一下，如果你近期打算买一台新能源汽车，你是会买这种纯电车呢，还是会去考虑这种增程啊、混动啊这种？选纯电打个1，选增程混动这种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那可能不买车的同学呢，对于小鹏、理想比较陌生一点啊，其实都是咱们国内造车的新势力3巨头之2，另外一个是蔚来。那么小鹏、理想呢，他们都在本周宣布了新车，不过都是槽点不少，咱们一起来瞧一瞧。首先呢是小鹏宣布了全新的 G9啊，但是呢宣布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和讨论。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一溜全是 G9里边的细分型号，而且这还是调整过之后的价格段。之前宣传的不少的配置呢，全都变成了选配。如果你选择最低档的这个30.99万这个版本里面呢，就几乎啥也没有啊，就好多原来特别强的啊，小鹏自己独家的自动驾驶的那些人工智能的卖点就全都没有了。后边呢又一个档这么多的组合组成了多个价位。我这稍微有点了解的情况下都有点发懵。你搁这玩羊了个羊的是吧？这消费者他能整明白吗？就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机海战略啊，就手机是吧，3天2头出个新机，给消费者都整懵了。你看苹果就1年1个机型是吧？大家买的都挺好。好，那再来看理想啊，理想本周呢也是宣布新车，继之前刚刚发布的 L9之后，又宣布会推出 L8，分别是 L8、L8 Pro 以及 L8 Max， 未来呢还会推出 L7、L6 等等一系列的。看到这儿咋说呢？反正我从目前网上这个讨论来说啊，感觉好像大伙还是认为这个理想稍微简单一点啊，这个名字啊看起来好像也比较熟 ，Pro 啊和 Max 啊似乎也就是延续手机那边，所以呢我们就想简单的聊一下吧。既然是理想这个命名，那我已经知道理想下一台车叫什么了。它这里有 L8， 有 L8 Pro， 有 L8 Max， 那不用说了，理想的下一台车就应该叫做 L8 Ultra， 对吧？很简单。那至于小鹏这边啊，看看这个命名以及定价呢，受到了一些吐槽。我个人觉得呢，咱们一定要站在厂商的角度，不能站在消费者角度啊。我们站在厂商的角度，怎么呢能够改变这个舆论的争论和劣势呢？我个人觉得啊，如果是小鹏的角度，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就按照刚才理想的那个名字来改就完了。你看理想那个名字，它不就冲着 iPhone 来的吗？又 L8 Pro， 又 L8 Max， 理想对标 iPhone， 咱们就冲着华为。小鹏 G9 嘛，你别叫 G9 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啊，主播给你免费咨询，咱就叫小鹏 G50， 小鹏 G50 Pro， 小鹏 G50 Pro Plus， 小鹏 G50 RS 保时捷设计版。大家觉得怎么样？觉得主播说的对，可以打186。要不说国内这些车厂的营销人员呢，你得补充点文化知识，上我这来取经。我给你做点免费，那是不可能的。我给你做点收费经验传授哈。对吧？你看我刚才起这个名字有没有道理？你说你整这套是个名字什么570、702、650，不知道以为完能教呢？你给他来一个小鹏 G50 RS 保时捷设计版，对吧？人家以为你是和保时捷联名。你说，哎呀，我这个天才呀，在这屈了才了我。
本周外媒带来一张爆料图片啊，显示的呢是小米下一代旗舰机型小米13。从已经曝光出的信息来看呢，应该是采用的骁龙8 Gen 2处理器，安卓13的版本，内存方面呢是12+3的一个组合。那么这个外媒爆料给出的信息名字，它应该是叫做小米13 Pro。采用的是 OLED 曲面屏，搭载MIUI 14，主频3G 赫兹，并且呢，仍旧是采用前置居中无挖孔的一个情况。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小米13系列会在什么时间上市呢？好，我们这边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啊。从目前消息来看的话呢，高通可能会在今年进一步提前它的骁龙8 Gen 2的发布时间，从之前的12月份左右提前到11月份。那从往年的经验来说，小米呢会在全球首发骁龙8 Gen 2的处理器，很有可能也会提前到接近11月末的一个情况。另外，在这份爆料里面呢，还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新机的内部代号叫做女娲，是吧？这不禁想起了隔壁那个捅破天的技术，让你捅，我给你补上。好啊，来问大家一下啊，你猜是捅破天比较厉害，还是女娲补天比较厉害？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这里我们严肃的说一句啊，当然期待新机的上市，但是呢，既然你的代号叫做女娲，能不能先把自己的 bug 补一补？那本周最大的新闻呢，其实是显卡的换代啊。本周 RTX 显卡终于更新到了40系4080、4090啊，全新一代核弹面世。在价格方面的话呢，也是让人非常的震惊啊。核弹级别的价格，4080 7199元，4080的16G 版本9499元 ，RTX 4090 13000，12999元。现在看老黄啊，总是感觉他慈眉善目的。来看新闻报道，在本场发布会上面呢，黄仁勋表示啊，摩尔定律已死啊，目前我们的这个显卡成本是非常的高，英伟达的代工费用特别的贵 ，RTX 4090的价格呢，已经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很不容易了，是吧？哎呀，黄仁勋表示啊，今年的代工价格呢，比之前贵了很多，涨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以前咱们经常看到这个芯片价格啊，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的降低啊，成本降低，价格降低，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摩尔定律已经死了，芯片的成本呢会越来越高。如今的计算啊，显卡啊，已经不单是芯片的问题了，而是软件和芯片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算法也很重要啊，也很值钱。大家觉得老黄说的有道理吗？觉得说的有道理，打个1哈；觉得纯属瞎编，和主播一样，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我们看一下同学们的表达。好，那全球投资者啊，也都认为老黄说的是非常的有道理。所以呢，在发布会结束之后，一字跌停是吧？一溜下跌，英伟达的市值呢迎来一波暴跌。看起来外界啊也非常看好英伟达的前景。有坏消息呢，就有好消息啊。好消息呢是以前买不到的显卡啊，如今是遍地都是。各大新闻媒体报道啊，如今呢已经有海量的矿卡流入到闲鱼当中。等了2、3年的广大饥渴的网友们啊，现在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了，是吧？新闻标题表示等等党，黎明将至。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近期打算买显卡吗？有老板问主播，你别老问我们，你自己是啥意见？能不能跟我们明确的说一下了？我想说的是，你不买，我不买，明天还能降200。我不买来，你不买，看着老黄跳大海，我可以不玩游戏哈，我能活下去。你可以不卖显卡吗？我看有老板弹幕说主播你这也太恶毒了吧？你怎么能咒人家跳海呢？同学你误会了，你误会了，你误会了。我说的这个老黄去跳海啊，我说的是黄牛的黄。你以为我说谁啊？我可没说让黄仁勋跳海去，你可别瞎编啊！我可没说啊，你可别瞎编。再说了，就现在这游戏质量，我感觉我的这个古董显卡还能可以再坚持一下吗？等啥时候这个黑悟空神话上市再说，是吧？第二天，游戏科学公司表示，黑悟空神话啊，延期到2077年再发售。老黄表示不用啊，兄弟不用，早点发售吧，早点发售，要不然显卡卖不出去了。还有弹幕表示啊，主播是不是没文化呀？人家明明是黑神话悟空，怎么到你这儿变成了黑悟空神话啊？老板，一看您就是缺乏江湖经验，我是故意的啊，咱们避开这个关键词，防止那个谁啊，防止老黄来找我。来啊，问大家一下啊，大家觉得黑悟空神话会在哪一年发售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哎呀，而且我是看出来了啊，就现在40系这13000的价格，这摆明了就不是出来卖的，这摆明了就是为了给30系清货铺路的。对不对？价格锚点嘛，一看这40系卖这么贵，是吧？这30系还可以买一买吗？一边是13000，一边是3啊，你说买谁？有同学问到说，老黄刚才说的摩尔定律已死是什么意思？这个摩尔定律其实是一个很知名的定律，当时是由英特尔的掌门人提出来的啊。就简单来说呢，就是以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我们的处理器性能呢，大约会每2年翻1倍，同时呢，价格呢反倒会下降为之前的1半啊，下降50%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啊，价格还越来越
便宜啊，这是摩尔定律，这也是我们过去这40年间电子高科技行业高速发展的一个原动力吧，可以这么说。有同学问到说，主播你能不能不要总去吐槽厂商，对不对？你把这厂商都得罪了，以后咱看啥？你能不能站在老黄的角度啊，给我们这个显卡涨价找一找这个理论依据？主播已经做好了准备啊，咱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好办是吧？刚才咱们已经介绍了摩尔定律，处理器性能2年翻1倍啊，价格降1半。咱们呢现在就给老黄提出一个新理论，注意啊，下面可以截图了。主播发明啊，老的摩尔定律呢是处理器性能2年翻1倍，价格下调50%。那既然现在成本爆炸 ，cover 不住这个成本了，那么全新的摩尔定律就是倒过来是吧？处理器的价格2年翻1倍，性能呢下降50%，以后大家都遵循这个定律来。老黄表示，明天来上班啊，明天快，别让库克抢走了。这里还有个小小的调查，问大家一下啊，12999元的 Mate 50 RS 保时捷设计，12999元的英伟达 RTX 4090，这俩价格是一样的，我刚发现啊。好，买手机的同学打个1啊，买显卡的同学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科技不无聊，主播来吐槽啊！如果想每一周都看到我们在这儿瞎编，欢迎关注一下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下周呢也有机会咱们再见面，如果兜里实在没钱啊，点个赞也行。期待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还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呢主要是在斗鱼平台来进行直播的啊。那近期呢也是因为正好合约到期啊，所以呢我们开始在多个平台直播啊。现在包括咱们在 B 站来进行直播。那我们刚才直播的这个内容呢，是每一周的吐槽的内容。那会剪辑完视频呢，发在我个人的账号啊，就是那言 KGMX 这个账号上面去。我之前跟我们同事也是讨论了半天，到底要不要在 B 站来直播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担心，因为咱们现在直播完了之后呢，尽管我们后续剪辑的时候会加入很多的素材，让这个视频变得更精致一点，但是剪辑完了之后的那个视频很多人就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头一天晚上，就是现在看了直播，我们估计这一次呢是在咱们科技美学这个账号来直播，下一次可能跑到别的号去直播去了，要不然的话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那个视频的播放量。然后我当时在播的时候，那个咱们弹幕的观众呢也非常的实在啊，纷纷的安慰主播说：“主播你放心直播，我们今天看完了直播，明天接着看你的视频。”当时我这个心呢是阵阵的暖流。然后这个时间节点在 B 站进行了直播，直播了之后就变成了这样，让我想起了库克。之前迷你没上市之前，广大网友表示：“库克快推出 iPhone 的迷你机型啊！只要推出咱就买，是吧？推，快推！”库克一听，那就是观众表示爱迷你机型，咱得推啊，所以就上市了 iPhone 13的迷你。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是吧？根本卖不出去哈，没人买 iPhone 迷你，所以今年赶紧改成了iPhone 14 Plus， 我和库克同病相怜的。